中国政府会接受 Pi Network 进入中国吗？中国政府会接受 Pi币吗？一起来看看。大家好，我是派妹，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点赞、订阅和小铃铛，这真的很重要哦。可以这样说，接不接受派进入中国，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机遇，是中国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一次重要的与国际接轨。一直以来，全世界都在反对美国霸权。美国的霸权是一种什么霸权？一战和二战以后，美国大量笼络和引进高科技人才，它建立霸权的依据已经主要不是靠单边双边控制关系，更主要的是建立了一种权益结构。一方面通过联合国 WTO 规则以及一些框架协议，改变了强国对弱国的控制方式；一方面垄断了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许多领域的交换渠道。中国这些年如何利用了这样的体系呢？那就是加入了美元体系，瞄准并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从而获得大量的美元储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认同了锚定了美元信用，也是在美元体系，而不是在美元体系之外去扩大开放，开展各种外贸活动。从这一点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如何与国际接轨呢？这就是为什么 Pi Network 应运而诞生。我们看看派诞生的背景：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了，互联网向 Web 3.0 时代提升的科技格局；二、资产转移规模效益提出的挑战以及资产结构的变化；三、就是美元体系本身出现问题，美元的信用出现问题。美元体系虽然不到崩溃的边缘，也已经严重弱化，一些问题难以逆转。这些智商足够的人都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已经不是我荣你损，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已经不可能完全陷入丛林原则，损人决定不利己，只有利人才是利己。大量事实说明，从原则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地缘政治还没有向时空政治完成转化，但科技文明的强行普及与发展是趋势，人类文明必须提升与进步是趋势。尤其是科技文明推动人类文明，这种趋势早已不可否认。蒸汽机以及动力革命有没有普惠性？电力的发明和普及有没有普惠性？互联网的创造有没有普惠性？人类文明必须进步的需要，构成了 Pi Network 诞生深刻的时代背景。Pi Network 蕴含着普惠、平等、公开、公正、共享、诚信、法治等文明的价值原则，带领人类进入 Web 3.0 时代，也推进人类进入新的文明境界。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文明规则和运行体系的互动与接轨的问题。主要的货币战争已经不是法币之间的竞争搏斗，而是新的具有巨大优势的加密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体系之间的比较与较量，是不同赛道上各种加密数字货币之间的赛跑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之中， Pi Network 的胜出和领先已经显而易见。虽然一直都有人否定它、质疑它，甚至诋毁它，但它在没有正式开放主网之前，已经有了4000万参与者，而且分布在200多个国家，体现了世界性、国际性。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各个国家如何表现呢？或借助新的货币体系和运行机制，或以自身法币的数字化或法币化数字货币与先进体系接轨，后者肯定会比前者要复杂一些，速度也会慢一些，很正常，这就是中国区 KYC 慢的原因。很多先锋问派真的可以替代美元吗？派是美国搞出来的，美国自己搞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冲击和替代美元呢？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了。派和美元的关系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是数字货币与法币的关系，而是不同维度的陷阱与落后的问题，是先进的新型的货币形态，甚至金融体系与传统的美元体系的关系问题。既然如此，就会发生替代，但是这种替代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过程的。简单的说，是从平行互补的并存性阶段，到数字货币优势在比较中、市场实践中逐渐显现的超越性阶段，再到美元让位于派币的替代性阶段，并存性、超越性、替代性。今天看来，美元的非稳定性越来越明显，而派币呢？总量恒定，其功能作用、效率方面的优势，保障稀缺性和稳定性的各种机制，到系统自主运行中的数字化自主调节功能等等，将有效地实现其总体上的稳定性。所以替代性总有一天会发生。如此看来，派币的地位和价值该怎样认知和评价呢？要知道，在过去美元牛，那是因为过去它曾是世界储备货币，后面的意思相信大家可以心领神会了。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第一阶段，那就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派币实际上是一种接轨，而接轨本身就需要改革。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以文字统一为基础的财政支撑的军事、政治力量来实现。而分裂的欧洲则主要依靠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加外向型债务体系支撑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两种动力机制的差异，使得中西方出现了发展道路的重大分裂。Pi Network 进入中国，和中国接受 Pi Network 就是一种接轨，而接轨就需要变革。这种接轨说白了，就是在变革中寻找共性，在接轨中谋求合作。举个例子，中国9月初即将正式实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这是不是一种改革呢？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也体现了监管和安全，也是面对数字经济客观需要的改革。或者说，立法的初衷是让改革在安全通道中进行，这些与 KYC 也是有对应关系的。能够在 Web 3.0 时代担当重任的跨国的区块链金融项目，必须完成 KYC， 意义不仅是对于所有真人、生物人利益的保护，让区块链的公平公正原则得以实实在在的落实，而且是 Pi Network 在世界各个国家取得合法地位的一项重要保障。如果像比特币、以太坊那样单循环的金融数字货币不需要 KYC， 但是 Pi Network 是双循环金融加生态，所以 KYC 非常必要。国际上的人员交流需要护照、签证，为什么？因为必须有身份认证。在金融领域和国际供应链的市场化舞台上，通过 KYC 就是取得了特殊意义上的免签护照。对于变化的未来，通过 KYC 就是取得了 Web 3.0 时代的录取通知书，就是取得了拥有和使用数字资产的资格证。放眼世界，赛道有很多，中国当然不会拒绝派进入中国，但一定会加强监管，一定会完成法律规范的对接。对于 Pi Network 这个新生事物，中国的管理层、相关部门一定会在观察和调控中去逐步认同与接受。中国一定会接受 Pi Network， 但一定不会接受任何不稳定因素。什么是趋势？不要只盯着什么时间可以映射，我的派价值多少钱啊？所有这些已经包含在趋势当中，提高认知，认清趋势，信任趋势，增强信心。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如果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麻烦给点个赞，留个评论，转发吧。我们下期再见。